军营应该是个阳气很重的地方，但奇怪的是，不管是哪一国，只要是有军队的地方，几乎都会流传一些难以解释的灵异传说。欢迎打开玛丽莎的黑盒子，我是玛丽莎。今天我们就来说几则亚洲不同国家的军营灵异传说，其中包括一则网友提供的真实故事哦。第一个故事，吸厕所的手。这个故事是台湾网友 Neo 提供的真实亲身经历。以前台湾男生在考上大学以后，要在开学前上成功岭接受大专生集训。这个故事就是 Neo 在集训的时候遇到的。Neo 说，集训的时候，大家最讨厌的就是半夜1、2点在寝室楼梯口的站哨勤务。因为为了这2个小时的勤务，半夜被叫醒不说，等到勤务结束以后，又很难再睡着。但6点钟却又要起床了。寝室是在3楼，东西两侧都有楼梯，2个楼梯口呢就各站1个卫兵，中间还会有一个安全士官坐镇。两侧的楼梯口附近各有一个厕所，而怪事就发生在西侧的这个厕所里。首先是有一天，Neo他们白天用了一台空压机进行喷漆作业，用完以后，他们就把这个空压机收到西侧的厕所里了。结果那天半夜，负责在西侧楼梯口站哨的人说，他听到厕所里传来空压机的马达声，那种轰隆隆的声音在半夜听得非常清楚。但问题是，那台空压机的开关根本没有打开，甚至连电源插头都没有插，更没有人大半夜的跑去厕所动空压机。所以那个卫兵听到的马达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了。最后是长官出面说，空压机的声音是从别栋大楼传过来的，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带过去了。但接下来更精彩的来咯。2天后，轮到 Neo 站哨，半夜2点，他就守在西侧的楼梯口。就在他努力要抵抗瞌睡虫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脚步声从东侧传过来。他转头一看，原来是东侧的卫兵慌慌张张的跑到中间去找安全士官。他们2个就声音低低的，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没有多久，他们2个就同时朝 Neo 看过来，安全士官还一脸紧张的用力招手。Neo 想一定是发生什么紧急状况吧，所以就立刻跑过去。没想到安全士官竟然说，你在这里就好了，不用翻楼梯口。为什么？怎么了？安全士官没有回答，只是和东侧卫兵交换眼神。2个人的脸色都很怪。最后是东侧卫兵说出了原因。刚才你那边西侧厕所门边有一只很白像女生的手伸出来，一直在招手。啊？原来是东侧卫兵先看到那只手，吓到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跑去中间告诉安全士官。结果士官一转头也看到了，所以急忙把 Neo 叫过来。Neo 想，刚才自己离厕所也不算远，那只手不就等于在他背后吗？想到这里， Neo 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他不敢转头，只问其他人，那只手还在吗？只有安全士官勇敢的往西侧厕所看了一眼，然后摇摇头说不见了。结果那晚的勤务时间，Neo他们3个人就全部挤在中间一起站哨。后来 Neo 和东侧卫兵都被要求封口，不准和其他人说这件事。之后的勤务也都和他们那天一样，所有卫兵都集中到安全士官的旁边，大家一起站哨，不再分散开来。据说军方为了避免消息外流引发恐慌，所以干脆规定整个成功岭的西侧厕所一律禁止使用。因为这样一来，大家就无法确定真正事发地点究竟是哪一栋。后来Neo陆续听到许多关于这件事的传闻，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曾经有一名年轻女子因为某种原因在那间厕所往生，但这也就是一个传闻，完全没有办法考证。接下来我们把地点移到日本。日本虽然没有义务役，但是自卫队里一样流传着不少灵异故事。第2个故事，日本自卫队的深夜巡逻者。日本自卫队里有一个传闻，是发生在某一个自卫队的营舍里。有一天晚上熄灯后，所有人都已经上床休息，但是到了半夜，走廊上突然由远而近的传来很规律的脚步声。那个脚步声听起来就像是有个穿着军靴的人正在走廊上巡逻一样。因为整层楼很安静，所以这个脚步声听起来特别清晰。
不少人就被这个声音吵醒了。起先大家都以为是执勤干部在查房，所以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可是奇怪的是，那个脚步声不是走远就没了，而是没有多久又从另外一头走回来，就这样来来回回的一直持续着。后来有个队员他终于忍不住下床了，他就透过房间门上的小窗偷偷往外看。红警示的人小声问他，到底是谁在外面走个不停啊？那个队员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慢慢的转过头来，脸色发白。在其他人的追问下，他才终于说：誰もいない。没有人。怎么可能没有人呢？明明还可以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啊！可是看出去，走廊上就是空无一人。后来这件事传到一名资深队员的耳里，他听完后只是淡淡的说了句：你们也听到了。他说那个军靴声已经流传很多年了，有人说那是旧时代军人的亡魂，直到现在仍然时不时会在半夜巡视营舍。他提醒大家，如果以后半夜再听到那个脚步声，就不要再下床查看了，更不可以开门，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半夜在巡逻的是哪一位的鬼魂，更不知道万一被打扰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不要去惊动他。接下来就要说到韩国的军中怪谈了。第3个故事，韩国不存在哨所的求救讯号。在南北韩的非军事区附近设有一种叫做 Guard Post， 简称 GP 的前线监视哨，负责监视两韩边界的动静。有一天深夜，有名士兵执勤时，无线电突然响了。一开始只听到断断续续的杂音，过了几秒就传来一个男子着急的声音。那个男子报出一座 GP 的名称，说他们现在正遭受攻击，要求立刻派人支援。勤务兵甚至可以听到背景里传来枪炮和厮杀的声音。执勤兵想要和对方确认位置，可是那个男人的声音却消失了，无线电里又只剩下一片杂音。执勤兵立刻把这件事回报给长官。没想到过了不久，另外附近几座 GP 也陆续回报，说他们同样收到了来自那座 GP 的求救讯号，而且每个人听到的内容都一样。长官立刻查阅现役哨所的资料，想要确认那座 GP 的位置，但是奇怪的是，名单上根本没有这个地方。长官又翻出以前留下来的旧资料，这才确定确实是有那座 GP， 只是那里早在许多年前就被撤除了，现在那里根本没有人驻守，不可能会有人从那里发出无线电。后来有人猜测，那通求救无线电可能是从前两韩的某场冲突中来不及发送的一通呼救，但是为什么会相隔这么多年才被接收到呢？到现在，这还是一段无法解释的韩国军中怪谈。最后压轴要说的是马来西亚的军中怪谈，也和东南亚一带很有名的女鬼庞蒂亚娜有关。第4个故事，马来西亚丛林里的婴儿哭声。马来西亚有不少军营都设在热带雨林附近，据说有个新兵有一天晚上夜里和一个比较资深的士兵一起站哨，旁边就是一片树林，在夜里很安静，只听得到一阵阵的虫叫。但是到了半夜，新兵突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非常清晰又大声的婴儿哭声。他愣了一下，转头看资深士兵。资深士兵只是皱着眉头，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也有听到婴儿的哭声。但是那个哭声一直持续，新兵最后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请问你有听到吗？但那个资深士兵没有理会新兵，一样站着不动。新兵看资深士兵没有反应，正想要再问一次的时候，婴儿的哭声却突然停止了，但空中却忽然飘来一股淡淡的鸡蛋花香。新兵觉得很奇怪，忍不住用力闻了几下。就在这时，他又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只不过这次的哭声声音变得很小声，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又来了，你没听到吗？到底是在哪里？新兵说完，想走去查看，但资深士兵终于低声说了一句：别动，他来了。资深士兵紧张的语气让新兵吓了一跳，立刻停住不敢动。也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眼角余光看见他背后似乎出现一个披着一头长发的白衣女人。这时候新兵想起来了，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的心脏狂跳，不敢移动，也不敢乱看，直到婴儿的哭声消失，花香味也散去，他才敢吐出一口气。
原来他们遇上了传说中的女鬼皇帝雅娜。皇帝雅娜这个女鬼，她会发出像婴儿一样的哭声来吸引人的注意。当哭声很大的时候，代表她还在比较远的地方；当她接近的时候，哭声反而才会变小，还会伴随着鸡蛋花的香味。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回头，不能和她对到眼，不然就会难逃一劫，小命不保啊！以上就是今天讲的4则亚洲各国的军中怪谈。我有先把成功里的故事和一个朋友说，他说啊，他知道更恐怖的军中鬼故事，就是他在部队里上过一种很可怕的厕所。我觉得真的很恐怖，他才讲2句，我就拜托他不要再讲了，大家还在吃饭呢。好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要记得按赞和订阅哦。玛丽莎的黑盒子，我们下次见。